作者最有的模型，听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C 狗在这里祝大家除夕快乐，新的一年事事顺心，心想事成。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 KMR 云轨海牛先生，简单来说就是翻模的万代 MR 海牛高达。本款模型的定价是150多，从出来之后到现在也确实经历了很多的过程，口碑的转变，大货质量的参差不齐，都让这一款模型成为了一款争议很大的产品。那么本期视频基于这一款大货的海牛做一些我个人的评价。本款模型的盒子是分为了 A、B 盒，但是要注意，说明书和这份拼装修改是放在了盒子外面，所以开箱以后一定要确认是否有2个盒子和2张纸。说明书的正反页也算是比较简单了，不过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这一款说明书是全彩配置。另外，这一张拼装说明针对说明书里边部分错误是进行了修改。先打开 B 盒子来看一下里边的配件包。配件包包括一个很厚的地台，上面有一层塑料膜。米加粒子炮是分成了2个分件，整体是预组装和喷涂的成比效果，漆面还行，但是我这个也有一些中奖，炮口这个红色还给印歪了。然后就是蛇骨支架，另外还有这一款模型预组装的合金骨架。我手中的这一个关节紧实度还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没有出现零件散一地的情况。在盒子里边还有一些小的合金件，光束军刀剑柄以及透明支架和螺丝，小份水贴1张，不过这个水贴质量会很差，泡水就直接裂开了，很烦。另外还有一包浮游炮支架和浮游炮的特效件，以及米加粒子炮的线缆。另外还有一包软胶造型手，我是蛮喜欢这一种软胶造型手的，握持武器和摆造型都会比较方便，但是这个软胶手指表面会有很多像瘤子一样的凸起，我是挺膈应的。而且手背甲的白色漆面处理也会比较一般。A 盒里面主要就是板件，本款模型一共是18块板件，并且大部分的板件都是采用了预涂装。透明件是给了2块，但是说明书只标注了1块，并且红色透明件有2个零件是带有预涂装的。灰色零件采用了哑光漆面，在部分喷口零件额外是单独进行了涂装，而且喷口漆面效果比较一般。同时这个喷口漆面也是很多朋友中奖最多的一个部分，质量参差不齐。整体的板件细节和棱角处理我个人感觉还行，就是飞边会多一些。另外白色零件瑕疵就比较多了，我这一盒模型的白色漆面在侧面会有大量涂装不到位的情况，很多地方和斑点一样一块一块的，看着很不舒服。这部分也有零件是做了单独的涂装，比如裆部的微型标志和喷口。蓝色零件也有这样涂装不到位的情况，但是没有白色那么明显，而且每个玩家到手的漆面质量区别挺大的，侧面说明了这一款模型的品控真的很差。最后还有一些金属色零件，漆面质量和发色还不错，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瑕疵，零件的棱角和细节表现还是可以的。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海牛高达的主体、火箭筒、光束步枪、光束军刀、盾牌、造型手、支架地台、浮游炮支架，还有部分的替换件和废件。另外武器还有巨大的米加粒子炮，就单独拿出来展示一下。由于我手中没有万代的 MR 海牛，所以本期视频仅针对我手中的这一款模型进行评测。本款模型的高度到背包的话是在 16.5 厘米，单独算主体的话高度在 14.5 厘米。实际上 MR 系列并没有明确的比例，所以近似于1:144的模型。得益于有漆面加上翻模的棱角还可以，最后的速度观感我个人感觉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前提是品控好一点。这一款模型看了很多玩家的分享，品控实在是太差了。首先我们来看头部，这一款模型单看面相还可以，算是比较正，不过漆面比较粗糙，渗线以后会出现蓝巴巴的状态，并不平整，建议先加深刻线再进行渗线。头部后方监视器也没有进行补色，另外头部拼完了缝隙会比较大，建议针对卡嘴进行扩孔，然后再拼装稍微会好一点。脖子部分也有提供单独的分件，抬头的时候不会穿帮。由于头部设计会比较长，加上胸部周围的零件干涉，整个头部的可动限制也是非常大的，把玩会非常难受。胸部真的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结构很简单，不过分色处理加上零件的锐度和拼接缝隙都还说得过去，至少在外观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腰部和胯部连接的部分都有设计关节，整个胸部的后仰和侧摆的活动角度还是比较够用的，只不过活动的时候这个穿帮会很明显，弯腰的幅度就会比较微弱，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弯腰的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到这里会蹭漆，本款模型的漆面真的是一蹭一个印儿，把玩一会儿最后整体都是埋了吧嗒的状态，很烦。而且腰部关节在把玩一段时间以后也会变松，这个腰部的关节承受力度还是比较一般的。裆部的微型标志和下端喷口都是预涂装，中奖率会很高，并且涂的也真不咋地。所有裙甲都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前裙甲正常抬起没有问题，内衬也有，效果还可以。侧裙甲只能抬起一点点，后裙甲的可动角度限制也会比较大，而且我这个后裙甲侧面的漆面有明显的瑕疵。
肩甲的分件设计还可以，下端喷口也是镂空分件的设计，就是喷口的预涂装质量参差不齐。肩甲是单独的左右合分件固定在肩膀上端，带有独立的可动。整个手臂是通过球形关节固定在了胸部，这个部分是泡沫件包裹合金件，整体的关节紧实度还算可以，算是比较好的状态。对于这一款模型握持武器稳定性还是比较够用的，但是你要单手握持比较利的炮，那肯定是不行的。胸部隐身关节的设计也很简单，这个部分能给手臂带来很大的前伸活动空间。手臂部分有一个问题，就是上臂这里的平台关节活动到这个角度，会明显感觉有一个坎儿。我手中的这两条手臂紧实度都不太一样，其中一个能活动过去，而另外一条手臂真的是得硬掰过去，即便如此还是会卡在这里，会很烦。正常情况下，手臂平台可动可以到90度左右，上臂平转活动没有问题。不过这个灰色分件的水口并不是隐藏的，正好是在两侧。手肘是3段式结构，上端这个卡榫会松一些，而下端的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紧实。小臂两个左右合精度都会比较一般，会有缝隙。手炮的枪头也是实心的，没有孔位，另一侧也是实心的，内部并没有光束军刀剑柄。软胶造型手一共是给了5对，基础的握拳手型和开掌手型，另外还有3对握持武器的造型手。因为是软胶，所以替换武器的时候会能方便一些，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固定的也会比较紧实。但是可以看到插进去以后会有明显的蹭漆，并且造型手的飞边比较多，建议自己再切一下。大腿根部有设计引出关节，用来调整腿部的可动角度，但老实讲，这个关节设计完全没用啊！怎么调整腿部的最大可动限度都是90度，主要还是前肩胛的干涉会比较大，侧踢的正常情况下是几乎没有的，需要将侧肩胛向后调整，但是这个调整角度会受到腰部和后裙甲的干涉，对可动也没有多大的提升，后踢的可动幅度也会很一般，限制会很大。大腿的平转也是有的，但是很紧，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而且活动的时候很容易把大腿外夹给它撑开。膝盖的屈膝活动大概在180度，但是膝盖关节并没有提供防穿帮的设计，这个部分的空档会非常大。小腿前后合这里的缝隙也会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瑕疵，就是小腿这个部分有一个贯穿孔，两条腿都有，是个通病，离远了看就像是个小黑点一样，但是为啥会有一个孔啊？这个地方也没有镂空分色。脚腕是2段关节设计，不过根部的球形关节会松一些，前脚掌也是有单独的可动设计，但是由于外甲的限制，本款模型的接地性会很一般。另外，本款模型在脚部内侧是安装了磁铁，而地台表面正好是金属的，算是能够保证最基础的站立稳定性。不过磁铁的磁性不算是太强，简单测试一下的话，最多就是能撑住不加背包的主体，再加东西可能就够呛了。可能摆这种奔跑姿势会有用，但是这样也撑不住。甚至脚腕关节还有些松，而且海牛不是宇宙战机体吗？需要奔跑吗？我是感觉这个地方提供的多少有点鸡肋，因为正常能站住的情况下，反而也不需要这个磁铁。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背包组件，直接插在主体上就能进行固定，稳定性没有问题。背包主体包括主推进器喷口、2个大型燃料罐，燃料罐根部是球形关节，能够调整一些位置。另外，上方辅助推进器是给了2种样式，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更换。并且根部也是可以进行调整角度。扶摇炮根部连接件是合金件加泡沫的组合，很紧，活动之前一定要自己掰一下。同时这个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柱形卡榫和扶摇炮组件的连接会特别松，这个柱形卡榫一活动就掉，需要玩家自己再加固一下。这个部分上方是可以打开的，内部有挂载光束军刀剑柄，但是剑柄卡的不仅会直接掉在里边，而且这个部分的展开零件很紧，零件扣合的也会有明显的缝隙。不过套件内部还提供了额外的2个剑柄，海牛的剑柄是双刃剑，两头都可以安插特效件，特效件也是有红蓝2种颜色可以进行选择。下方也是挂载了3个扶摇炮，不过扶摇炮根部只能进行水平活动，就没有其他的活动角度了。而且这个地方的零件设计非常烦人，需要这么插进去，我甚至感觉还没完全插进去，有时候还掉。扶摇炮根部是方形卡榫，安插的也并不紧实，卡榫会有点短。扶摇炮的关键设计比较常规，就是普通的卡扣连接。不过这一款模型的卡扣精度可以说是非常逆天，有的摁进去了还会弹出来，或者这2个白色的柱形卡榫直接变形了。所以拼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度，需要使用工具辅助给它摁进去，或者要是不太在意的话，直接保持合并状态，这里有一个方形卡榫也是能起到固定作用的。主体部分我们就介绍完成了，剩下的基础武器配件就是光束步枪和火箭筒，分色会很简单，就是普通的左右合。不过光束步枪的造型手手指无法完全固定在扳机的位置，正好会别在这里，感觉有些怪。而且造型手无法和手肘球形关节完全安装，步枪的尾端正好和手臂会有干涉。
火箭筒只有握把是带有可动的，并且也没有提供其他的挂载方式。M2 海牛的盾牌我是很喜欢，这个分色的海牛盾牌会更符合我的胃口。分件比较简单，但是水贴的尺寸相对来说是做大了的，无法完全按照说明书进行贴合。盾牌通过连接件直接扣在手臂上，这个部分也会蹭气把玩，需要注意。而且连接件是给了2个方向的球形关节，玩家可以根据需求自行调整。主武器还有一把米加利的炮，尺寸的话是在31厘米，真的是很大一个。这把炮为成品样式，加上漆面和一印标志，效果还可以。同时，这个炮只有3个部分是具备可动的。首先就是主握把可以左右调整位置，这样对于后续握持会更方便一些。下端的零件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翻折可动。最后一个微点是辅助握把带有前后调整和握把的翻折，不过卡扣安装的会比较松，把玩需要注意。针对米加利的炮还提供了一个线缆，也是成品，2头都有连接件，一头直接安插在地台的孔位，另外一头就可以安插在尾端的孔位上。底端这个孔位是可以安插辅助支架支撑的。本款模型的支架给的比较丰富，首先就是这个蛇管支架，对于模型摆动作实用性是非常强的。支架头是给了2个可以备用，并且支架头也是通用接口，给常规的 HD 使用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个带夹子的通用支架，可以直接插在其他孔位辅助支撑。针对浮游炮的释放状态也有提供专用的支架。需要注意的是，说明书上这个零件是黑色，而实际上是透明件。支架2头都是球形关节，有一定的角度调整，直接插在背包的底端就可以进行固定，剩下的就把浮游炮全部安插上去就可以了。同时浮游炮的部分也有提供攻击条件，对准孔位插进去，稳定性没有问题。除此以外，这一款模型就没有别的东西了。那么到此为止，这一款国产厂家翻模的 M2 海牛高达就全部分享完成了。我认为这一款模型翻模的应该是万代后续发售的贝尔多奇卡的子嗣版本的海牛，以及海牛专用米加利的炮配件包，算是翻模的比较全，但是整体的槽点还是比较多，组合度差，关节紧实度一般，漆面质量差，加上还有一部分 M2 海牛本身就存在的设计问题，比如腿部可动限制比较大，把玩容易把拳夹给它顶下来。加上这一款模型的品控也很差，有关节一坨的，有漆面一坨的，有出厂就断的，只能说真的很糟心。但是从现在市面上各种海牛产品考虑，包括 HG、MG、RG 等等涵盖的产品是比较多的，也不一定非得就着这个翻模 M2 选择。150多的定价真要说很合理吗？我感觉一般。如果说这玩意儿的性价比嘎嘎高，那200多的大班法 MB 强袭和现在188的法 MB 命运，那性价比不高飞了。什么？你说这玩意儿带铁？那铁值钱吗？理性来讲，有翻模的 M2 产品对玩家来说是好事儿，至少翻模的造型没啥太大的问题，总比去整 JK 和买 M2 省钱。但是很明显，能做得更好，反而直接赶工糊弄人，谁也不想买回来是个残次品。更何况还是大过年的，更糟心。我必须得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你让盗版厂子去改，去做的比正版好，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合理，都是为了赚快钱，没有几个会在乎玩家的想法。但是就有这样的评论，我买了我还不能吐槽吗？就是我没买，我吐槽了又怎么样？这样的大有人在，就非得贬低一下其他玩家，显得自己高高在上。我始终认为，对于一款产品，每个人都有评价的资格，无论是买还是没买，只要吐槽的合理都没有问题。你可以说我喜欢这个造型，我想省钱，我就买这个了，这些小问题我都能解决，没毛病。但请不要用你的2两脑子去搞玩家对立。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款海牛小问题挺多，如果都能接受，加上也能接受这个价格，那么也是一款适合把玩的拼装模型。本期的 C 狗模型分享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